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比特币反弹过程当中到达68,500美金附近之后，迅速回落到15分钟级别的红色线200日均线附近。那么目前比特币的整体趋势呢，在周线级别上仍然是处在一个上涨趋势。我们在很多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个上涨趋势，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第4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期后。第1轮次周线级别上涨期后是在23年1月份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期后启动时间是在23年6月走出悟空阳线之后，随即调整了4个月，调整到10月份之后，这个悟空阳线重新复活，然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看到是在23年12月份走出悟空阳线之后，随即发生日线级别调整，形成收敛三角形。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见证了比特币通过了美国的 ETF 有个上涨的过程，迅速回落，因为利好之后就是利空利好落地就是利空。这个收敛三角形走完之后，发动了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3月初的行情走在3月4号的这根阳线呢，是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然后迅速冲高出现回落。回落的原因，我们判断是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过程当中没有经历调整，因此呢，它的调整移后到第4轮次的周线上涨。同时呢，这个点位也非常有趣，73,777点我们知道73、84是2个神奇数字这个孔子的寿命是73，孟子寿命84。包括我们伟大的敬爱的毛主席也是终年84岁所以他选择73777这个位置超级主力是别有用意。同时呢，当前的回调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一轮标准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就容易走这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314这一天走悟空阴线，然后是八戒阴线组走的比较复杂，然后是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完，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结束。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小线级别，包括了4小时级别的对称性反弹也就是说小线级别容易出现反弹结构。那么这个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2轮小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它是有机会走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的。因此呢，这轮反弹可能还没有结束，目标点位是在69,500美金。但是它的下跌过程当中这个反弹如果能够完成最终的可能会发生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之后，它的下跌趋势没有完全走完，原因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做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4小时级别下跌走完了4小时级别下跌在这个位置上走完下跌西游之后，我们通过合并 K 线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关键性的下跌 K 线。那这个 K 线呢，就在315这一天出现。这个 K 线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管它叫悟空阴线。那悟空阴线后面走的这些很多下影线，包括今天走的十字星来看还没有走完，目前是十字星。那这些 K 线呢是什么呢？是干扰性的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趋势的判断。那下方走完悟空阴线之后，如果再往下走，时间级别放大到日线级别，就可能会发生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因为本轮行情目前已经经历了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经历调整的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就有这样的概率做日线级别的调整。那如果能够发生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目标点位将要看到61000美金附近。因为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3月1日这组 K 线呢是一个平台所以呢，目前为止，比特币虽然在昨天晚盘出现一定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目前来看不构成反转，只是一个小线级别的反弹西游。虽然有机会做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就是下跌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但是目前来看，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在悟空阴线的指引下有概率出现。所以呢，我们仓位目前在高位，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73,777，特别是73、84，我们知道是一个
非常不太吉利的数字，到达这个高点之后呢，要谨慎减仓啊，包括周末周日的反弹也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减仓的机会。但是减仓不是全仓卖出啊，还要留有一定仓位。目前是减半行情前夕，减半之后呢，我认为比特币仍然有非常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它的这个牛市，我认为不止4轮周线级别上涨期有，后面还有。所以呢，减仓之后，如果能够在本轮行情当中发生日线级别下跌期有应该在偏低一些的价格上进行补仓动作。那么在周末的行情当中，上线 Binance 平台的 BOME 是一个现象级币种在某某板块当中出现了超过几万倍的涨幅，然后迅速上线各大交易所，包括 Binance。那从它的简况来看，我们看最高市值是超过了10亿美金10亿美金上线 Binance 之后出现了快速的调整动作。从目前来看，它是一个超过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我们看到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之后，后面有8戒阴线组、沙僧阴线，那下方呢可能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唐僧阴线，所以呢带动了整个某个板块出现了一个快速冲高回落下跌的趋势。但是依然看到有很多SOL 板块当中的一些某某币种大家在踊跃的参与它的一级市场为了是博取它可能会出现的100倍或者10000倍的涨幅。但是这种资金快速进入之后，必然会发生快速的流出，只有当盘面稳定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布局的机会因此呢，对于这些币种来说，我们认为更多的资金考虑布局的应该是它的主链SOL 包括了它的一些交易所的币种SOL 链上的交易所 RAY 这些我们都可以考虑去进因为 RAY 呢，我们在去年7月份就开始布局，大概布局点位是0.3美金附近，目前已经超过了10倍涨幅它最高点是在2.9532。我们这个 RAY 呢说了很多次了，它是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目前在本周已经出现了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位置上有悟空阳线、8戒阳线和现在正在走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沙僧阳线，再往上走呢是唐僧阳线。因此呢，对于 RAY 来说，随着 SOL 的火爆我们认为它必将会突破前高17.8美金，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牛逼的价格。这也意味着我们本轮行情在10倍获利在 AY 上获利10倍之后，后面仍然有机会。同时呢，该板块当中GoUP 也是一个新币种，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是在24年1月份上线 Binance 的，最近也有着不错的涨幅。当然了，这个币种来说完全没有压力在上线币安之后，我们看到水平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做出了一个非常躁动的突破动作当中，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悟空阳线、8戒阳线和目前的沙僧阳线，再往上走是唐僧阳线。对于这种没有压力的币种，更应该用资金来关照它，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GoUP 目前是比 RAY 更火爆的SOL 链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对于它的平台币来说，我们除了看它的基本面也要看它的技术面。基本面上来看，我们看到目前流通市值是8.77亿美金这也是达到了将近快20亿美金了一个非常牛市当中，即使牛市当中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币所以呢，在SOL链上 GoUP 和 RAY 是本轮行情当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去中心化板块当中的平台币这2个币种 RAY 和 GoUP重点关注。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对我 K 线修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感谢大家，再见。